老人拿起枕頭，死死捂住深爱的妻子。妻子呼吸困难，奋力掙扎，可他却没有半點心軟，反而加重了手上的力氣。很快，妻子從掙扎變成抽搐，沒過一會兒，抽搐也逐漸停止。相伴60年的愛人就這樣被他活生生地悶死在了床上。可奇怪的是，等妻子徹底死透，老人的表情卻並不慌張，反而如釋重負地長舒了一口氣。他沒有報警，也沒有隱藏屍體，而是買了幾束鮮花，把房間布置得特別溫馨。緊接着，老人踩着梯子，用膠帶把臥室封得嚴嚴實實，防止臭味飄到外面。都忙活完，他坐在桌前寫了很多東西，可還沒寫完，腦中的思緒卻情不自禁地回到了2年以前。那時候，老人卡爾和妻子安妮是一對讓人羡慕的金婚夫婦。他們倆都是退休的音樂家，安妮的學生更是当时最受歡迎的明星，为他们挣足了臉面。老兩口的生活雖然簡單，可他們既不缺錢，也不缺少陪伴，日子過得十分舒坦。然而就在這時，意外卻發生了。早上，安妮前一秒還在說話，可下一秒卻呆愣愣的坐在桌前一動也不動。卡爾有些驚訝，還以為他在開玩笑，可眼前的安妮面無表情，眼皮僵硬，兩隻眼睛像死水一樣，完全沒有生氣，無論他怎麼喊都沒有任何反應。卡爾嚇得要死，急忙穿好衣服想去找人幫忙，可安妮卻突然又恢復了正常，正若無其事地吃着早飯。卡爾想和他解釋，可剛才的那一幕實在太離奇，夫婦倆都不肯相信彼此的話。他準備打電話給醫生，但安妮卻堅定地說自己沒有問題。然而下一秒，他就開始控制不住地哆嗦起來，手中的茶全都倒在了桌子上。他們連夜趕往醫院，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回到家中。檢查的結果是，安妮的頸動脈有堵塞，誘發了中風。短短1個晚上，她的半邊身子已經完全癱瘓，成了名副其實的廢人。夜裡，卡爾小心翼翼地把安妮抱上床，可接下來卻不知該怎麼辦。他傻站在床邊，過了很久才反應過來，應該蓋好被子，以免妻子着涼。卡爾並不是不懂照顧人，而是安妮病得實在太突然，讓他一時間無法調整過來，精神有些恍惚。見卡爾如此惶恐，安妮心裡明白他是真的關心自己，於是微笑着安慰說：“放心吧，我沒事，不用隨時守在旁邊。”等卡爾依依不捨地走出臥室，安妮高興地整理好被子，心裡暖洋洋的。然而往後的生活並未如安妮想的那樣美好。每天早上，卡爾都會十分艱難地幫她做康復訓練，下午卡爾更是會推掉所有工作，哪兒也不去，陪在她身邊。最讓安妮心酸的是，每一次上廁所，卡爾都會不厭其煩地守在門外，費勁地幫她處理衛生，從來沒有抱怨過。看着丈夫日漸憔悴，安妮雖然嘴上不說，但心裡卻特別不是滋味，於是偷偷地做了個大膽的決定。這天傍晚，卡爾外出回家，發現安妮跌坐在敞開的窗戶下面，他急忙把安妮抱回輪椅上，可面對丈夫關切的眼神，安妮卻顯得有些心虛。Pardonne-moi, j'ai été trop lente。來到客廳，自殺失敗的安妮終於下定決心要和丈夫坦白，她不想拖累愛人，更不想如此狼狽地活下去。Tu fais des efforts touchants pour me faciliter tout ça, mais moi, je ne veux plus。聽安妮這麼說，卡爾有些生氣，因為他知道，假如中風的是自己，安妮肯定也會像他這樣不離不棄。隔天一早，為了讓安妮放下心理負擔，卡爾請來保姆為自己分擔家務，又買了最新款的電動輪椅，讓安妮只需動動手指就能到處溜達。安妮興奮地操控着輪椅，明白丈夫不再執着於照顧自己，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放鬆與自信，甚至還調皮地把輪椅開到卡爾腿上，開心地笑出了聲。然而，隨着病情惡化，安妮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信心逐漸變得支離破碎。如今的她已經完全癱瘓，臉歪口斜，連話也說不出來。這種程度的中風，連醫院也沒有辦法，只是讓家屬送到療養院，或許能多活幾年。對卡爾來說，療養院裡能幹的活，他在家裡也能幹。事到如今，他只想每時每刻都守在最心愛的妻子身邊。可是，面對卡爾的關懷，安妮卻不忍心再接受。她開始絕食，不喝水，希望用這樣的方式來告訴丈夫，不要再為了他而浪費時間。卡爾有些後悔，可更多的卻是無奈。為了愛，他可以終日陪在妻子身邊照顧，但同樣也是為了愛，安妮卻只想早點解脫，體面地離開。在一個秋日的清晨，卡爾終於釋懷了。他坐在床邊，輕輕地撫摸着安妮的手，嘴裡念叨着他們年輕時的往事。等到安妮徹底平靜下來，卡爾艱難地抓起枕頭，痛哭着把她悶死在了床上，而他自己也在寫下遺書後跳樓身亡。不知過了多久，等警察趕到時，安妮身着長裙，安詳地躺在房間裡，周圍散落的花朵見證了這段至死不渝的愛情，仍舊鮮豔地盛開着，永遠也不會褪色。